俄乌冲突的现状如何？普京在内部会议上说了实话。那么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作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克里米亚空军基地爆炸发生后，俄罗斯刚开始还声称没有人在这次爆炸中受伤或死亡，更没有军事设施和战机损毁。实际上，这种粉饰太平的办法不管用。卫星照片证明，仅战机的损失就应该达到3.75亿美元以上。3.75亿美元的损失在战时状态下看起来不算多，但对于每天都在硬着头皮烧钱的俄罗斯来说，损失还是巨大的。关键是补充军事装备需要大量的时间，培训人员也需要时间，而且这样的损失使俄军的作战行动节奏被打乱。如果俄军的作战实力相对减弱，那么乌军的实力就相对增加了。此消彼长，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战争的走向。乌克兰现在好像越打越自信，其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表示，乌克兰没有意愿恢复与莫斯科的会谈，对话只局限在解决交换俘虏以及死者遗体的层面。如果我们对战场上的情况看不明白，完全可以看看双方政府高层的态度。说话的底气源自于实力。普京最近在联邦安全会议上首次讨论了军事安全问题。会议开始时，普京表示，今天我们的日程主要涉及军事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克里米亚机场的爆炸是一场事故，也证明俄罗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晰。某些方面，俄军正趋于被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困境主要源自于其对战争困难程度认识的不足。到现在，俄罗斯军队仍然未能解决因为兵力不足而导致的战舰僵持问题。因为没有对乌宣战，俄罗斯就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征用义务兵，而合同兵的数量又远远不足，这是非常要命的。有人会说，俄罗斯不是又占了2个战略要地吗？其实这种战局的变化无法让俄罗斯获得有利的谈判条件。战争只要不停止，俄罗斯的国力就会被严重消耗，这就是一种被动，不存在越打越有钱这一说。现在的乌克兰军队与抗日战争初期的国民党军队差不多，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是绝对没有到全面投降的地步。而且乌军在赫尔松方向采取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战术，虽然没有发起强有力的反攻，但是正在通过打击俄军的后勤补给线获得战场主动权。乌克兰军队的袭击使赫尔松附近的2座主要桥梁和新卡霍夫卡水电站上游的公路都被瘫痪了，未来只能依靠轮渡来保持补给和人员的流动。乌克兰政府的报告显示，俄罗斯支持的当地亲俄政府的领导层已经逃离了赫尔松，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它或者表明俄罗斯军队正准备撤退到南岸的防御阵地。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军队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耐力取决于他们的武器弹药库存，由于补给线被切断，现有库存也很容易受到乌克兰的攻击。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乌克兰有多强大的反攻能力，但是俄乌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双方打得有来有回，俄军掌握的战争主动权受到了威胁。对俄罗斯来说，如何破解目前的被动局面是一个大难题，因为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么俄罗斯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破解俄乌冲突僵持的局势呢？首先，他们可能会进一步收缩战线，将进攻重点恢复到顿巴斯地区的一小部分，从而恢复战场的主动权。俄罗斯现在为了应对乌军在南部的反攻，不得不集结大量兵力进入赫尔松。其实这对其他区域的攻势是有负面影响的。在俄罗斯军队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战线越长，对俄罗斯可能越不利。第二是回归明斯克协议，降低与乌克兰谈判的条件。这种选择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示弱，其实更有可能获得欧洲国家支持，比如
获得法国和德国的认同。当然，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范围。第三，加大在战场上的赌注，动员足以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军力，以打出优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俄军还没有大规模的扩军行动，除非俄罗斯正式对乌克兰宣战。总体来看，乌克兰军队通过特种作战和远程火箭炮的打击，似乎让俄乌冲突迎来了一个更加焦灼的转折点。俄罗斯必须想办法来改变被动的局面，否则由美国推动的这场代理人战争有可能将俄军拖入长期对峙的泥潭，从而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消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